上周10月8号，吴邦国去世了。昨天，也就是10月14号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南海，也包括全国各地的海关、政府部门门前全部下半旗致哀。按照中共的规定啊，正国级官员去世之后会享受这个国旗下半旗致哀的哀荣啊。吴邦国啊，他去世啊，其实早先就有一点端倪了啊。9月30号的这一天，中共搞这个国庆招待会，所有国内啊还活着的这个正国级官员济济一堂啊，全部坐在一个主桌里，人民大会堂里头啊。那这里头呢，就少了几个人，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吴邦国，还有一个朱镕基，当然还有宋平啊。这宋平呢，咱就不说了，年纪太大了，106岁了啊，那已经活成了神仙啊。这胡锦涛和这个吴邦国没有出现，很多人就猜测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朱镕基大家也都知道，90多岁了，年纪也不小了。果不其然，这个国庆招待会之后没几天，10月8号，这吴邦国就去世了。这吴邦国去世啊，没有公布他的病因啊，但我猜啊，很有可能他可能是癌症扩散。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吴邦国啊就被检测出来有这个肺癌，这一点呢就危机解密，就美国的上海领事馆啊就已经捕获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报啊。而且那个时候啊，不仅仅是吴邦国得了这个癌症啊，那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中间9个常委中间有3个同时被检测出癌症，一个是上海的黄菊胰腺癌，紧接着是李长春呢的当时是肝癌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吴邦国是肺癌。黄菊呢发现的时候也都比较晚了，尤其是胰腺癌也没有什么治疗手段啊，所以在2007年的年初就去世了。这李长春的肝癌呢成功的手术了，也包括这吴邦国这个肺癌呢也成功的手术了。但是吴邦国去世的时候也只有84岁，按照中共的这个保健条件啊，84岁的一个正国级官员去世啊，不算是一个长寿。正常情况下，我看他们都能活差不多100岁啊，所以84岁的死亡去世很有可能，在我猜跟他早年的这次癌症经历有关呢。那么吴邦国去世之后啊，就涉及到如何评价他啊。他呢去世之前是全国人大的委员长，是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啊。这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啊，在中共的干部序列里不是一个特别有存在感的部门啊，因为人大表面看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那是中共，对吧？中共里面的政治局常委那是中国的最高的权力机关，人大就是橡皮图章嘛。但问题是，这个橡皮图章的头也不是橡皮图章能干的，他也是中共党内最高的实权人物才可以干。所以吴邦国做全国人大委员长的那10年，他在中共的政治局常委里的排名第2啊，那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啊。所以呢，虽然人大委员长不是特别存在感的一个职务，但吴邦国却是党内啊还是不可小觑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实力人物啊。后世的历史肯定涉及到吴邦国的如何评价问题。我们今天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来评价吴邦国啊。下面，我把新当选的其他8位政治局常委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同志。Comrade Wu Bangguo, newly elected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这一位，那么吴邦国去世之后啊，很多海外的人都会把吴邦国跟一件事连在一起，叫做5不搞。这吴邦国啊，在2011年的时候提出来的5不搞，哪5不搞呢？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这个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搞3权并立和2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话呢，听起来呢就朗朗上口啊，给人感觉有点像邓小平搞的4项基本原则嘛，所以吴邦国就被打上了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形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星期4在大会发言时说，中国绝不实行多党制，也不实行其他任何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震动地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吴邦国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做年度报告时讲这番话的。他表示，中国不会实行政府内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也不会考虑多元化政治观点。吴邦国还说，中国也不会考虑实行联邦制和将国会分为上下两院的做法。你想想，你要政治体制改革，你不是应该搞多党轮流执政吗？你不应该搞三权分立吗？结果他都说坚决不能搞。那么在我看来啊，就是吴邦国所提的这个五不搞啊，实际上还是有特定的历史年代的背景的。而且呢，我也认为啊，实际上包括海外很多媒体对吴邦国的这个五不搞啊，还是存在着一些误读。所以我呢，今天在评价吴邦国的时候，首先来分析吴邦国的这个五不搞到底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啊。这个呢，他的讲话呢是在2011年的1月24号，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召开了一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啊是由全国人大召开的嘛，那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啊。那么首先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是政治局的委员王兆国，那么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吴邦国那就参加，他是级别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啊。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参加的好多啊，什么韩启德啊、陈志立啊、蒋树生啊等等啊。那么国务院派人参加了，国务院是谁呢？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的秘书长马凯。那么最高人民法院那是王胜俊这个院长，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啊，这个曹建明他也来参加了啊。那你想想，中国应该说副国级官员一大堆在参加这样的一个座谈会，还有包括各省的人大的代表啊等等，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一共是400多人济济一堂在人民大会堂。那么在这个会议过程中啊，我的解读啊，也包括当时中共的解读啊，跟后人关注吴邦国这个还真的有点不同。因为这个座谈会当时还做了直播，现在这个直播的内容你在中国网上还可以找得到。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有点吃惊的。首先是马凯作为国务院来发表讲话，那么在中共的官方的中国网的这个网站上，对马凯的讲话的概括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行政法规、规章制度，也包括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这是马凯所讲的。因为马凯是一个国务院的代表嘛，那国务院的代表你经常制定一些法规啊、规章制度啊，那么不能跟宪法相抵触，那就要强调依法治国，对吧？要强调宪法本身的严肃性。第二个方面呢，他讲的是创造条件让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这也不容易啊。你想一想啊，那政府由谁来监督，是吧？过去呢是由人大监督，那也有人民群众能够监督政府的。所以马凯所讲的这2条没毛病，在我看来啊，还算是当时非常开明的这么一个表态啊，就是国务院作为政府部门的代表，讲了要让人民群众创造条件来监督政府。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他也发表讲话了，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大家都知道，中共过去的这个审判呢，有很多就不公开审判，明明应该公开审判的，他不公开审判。那么公开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前提。你想想，公开审判大家可以旁听，旁听就意味着你在法庭上，你法官是不是公正执法，你法官、检察官跟犯罪嫌疑人之间是不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博弈，那所有旁听的人就可以知道吗？而且甚至还可以直播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是司法公正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制度建设。如果没有公开审判，那我的秘密审判的过程中间，你想想，你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你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呢，对吧？你就算你律师听见的话，你出去也没人信呢。所以就是这个公开审判制度啊，是司法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王胜俊讲的。紧接着他又讲了要实行新闻例会制度，也就是说把一些重要的案件通报给全国人民。那这个也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好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啊。紧接着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长曹建明，也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王小丫的丈夫啊，他来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这说的也有对道理啊。中国是公检法嘛，虽然不是那个司法独立啊，但是公检法过程中间，过去都强调公安机关统领检察院和法院，那么检察机关实际上权力很小。那么现在这个检察长就在那说了，要独立行使检察权，
那所谓独立是指独立在哪儿啊？独立于政府之外啊，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之外啊，这检察权不受政府部门的干涉，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要作为司法独立行使中间的一方，虽然不是司法独立啊，是司法独立行使的一方，来在整个中国的司法运作过程中体现它的价值。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长讲的话啊，是不是讲的也挺好的？紧接着最后，吴邦国开始发表讲话啊。吴邦国的讲话呢，就主要分个3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他就讲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或将陷入到内乱深渊。就是在这一条里头啊，他讲到了5不搞。这里头啊，我这要解释一下，所谓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指什么呢？其实熟悉中共那一套逻辑的人都知道，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用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那这个套在制度上来讲，是由全国人大赋予的，制定一部宪法嘛，宪法又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呢是执政党，别人不能跟他分享权利，然后有一个多党合作制，其他的那些党派呢，你都必须跟共产党合作，而不是监督，更不是轮流执政。那么整个这套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基石。那吴邦国就在这讲了，所谓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指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要是不坚持的话，就有可能陷入到内乱的深渊。我理解他这个内乱的深渊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文革期间不是杂乱公检法吗？所有的法律都没有了，那不光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法律也没有了，什么法律都没有了，所以那个国家就陷入到内乱期间。第2个方面呢，就是89嘛。在他们看来，这89年，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了西方的境外敌对势力的这种蛊惑，开始要像在中国想搞什么多党制啊，要跟共产党分享权力。最后你看到了吗？那也搞成内乱了吧？所以共产党把89年也定义为一场动乱。所以呢，吴邦国的意思就是说，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会陷入到内乱的深渊。在这里，在这一段里头，他说的最后一段话：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联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5点啊，值得分析分析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知道邓小平搞了一个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啊。那吴邦国的这个所谓的5不搞啊，跟邓小平那个之间肯定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看来，他这5不搞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鲜的东西，也远远比不上邓小平的那个重要。首先呢，第一点，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任何一个共产党的这个高级官员呢，他都有这个意识，怎么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呢？那我们自己不就是下台了吗？是吧？这邓小平当年也是坚决的主张过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啊，要坚持党的领导啊。4项基本原则的第一个就坚持党的领导。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嘛，是吧？这是中共的那些领导人的共识，不是吴邦国发明的啊。紧接着他说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个指的是什么？这个在维基解密里头啊，实际上是有表达。维基解密里头，当时在吴邦国搞了这个5不搞之后啊，他们呢也就研究了。我看维基解密啊，我确实挺佩服美国人的。美国人对中共的情报系统搞得确实是详细，而且对中共的这个政治走向啊，确实摸得也比较透。5不搞之后呢，他们就猜测这指导思想多元化主要是2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指称的是08年的时候，吴晓波他们在搞这个08宪章。这08宪章里头啊，就讲的普世价值，什么自由啊、人权呐，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呢，要求在中国制定宪政啊，这宪政要求分享权利啊，等等啊，要建立这么一个中国的一个怎么多党竞争的体系啊。这个当时把刘晓波抓起来了，但是全国不是有几千人签名吗？那么对于中共来说，他是对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是非常非常警惕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啊，从07年开始啊，中国国内啊掀起过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这次普世价值的讨论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最早啊是温家宝倡导搞的。温家宝在07年的时候，通过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篇署名文章里头，他讲到，他什么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人权呐，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独有的，我们社会主义可以搞。
这是人类历史往前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普世价值。国务院总理啊，温家宝啊，就直接倡导普世价值啊。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制度。你比如说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但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应该是超越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包括制度差异的。温家宝就是这个意思啊，自由啊、民主、法治、人权呢，就是都是如此啊。你比如说你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你不讲自由吗？你不讲人权吗？同样讲嘛。所以他说这就叫普世价值。而且温家宝在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的时候，甚至到联合国去发表演讲的时候，也在强调普世价值。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在08年、07年的时候，在国内就有过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我记得我当时还写过文章，是吧？专门批判司马南，他说没有普世价值，我还专门讲过，就是有普世价值啊。那么吴邦国的这个讲话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针对就是这个。所以当时维基解密就已经捕捉到了，说温家宝因为在党内推崇普世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据说江泽民就特别不高兴，说温家宝这个搞这个普世价值瞎搞，是吧？因为温家宝当时虽然是国务院总理，江泽民已经退休了，但是对温家宝推崇普世价值的事情，中共的很多官员对他不以为然。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搞。应该说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在重申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啊。第三个方面，不能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能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这简单，因为共产党就是肯定是怕三权分立嘛，是吧？两院制不重要，其实主要是三权分立比较害怕啊。立法权、行政权还有这个司法权都是独立的，然后共产党你也指挥不了法院了，也指挥不了这个公安局了，那怎么行呢？那受不了，对不对？对共产党来说，所以他一定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新鲜，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专门讲过。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间，最开明的时期就是13大前夕。在13大前夕有体制改革委员会，是吧？那当时严家琪不是社科院的政治所的所长吗？而且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中间的专家组的成员呢。13大报告里头涉及政治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么当时体改委的那人起草嘛，那这个赵子阳的秘书鲍同啊一起来起草这个内容啊。据说这个起草的文件汇报给邓小平之后啊，邓小平不以为然，他说啊，三权分立是西方的，我看你们搞了一点，搬了一点三权分立。你们虽然没有搞三权分立，但是你搬了一些三权分立。这个话传达回去之后，对13大报告组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当时大家都在看，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文件起草的有问题啊？说这个邓小平同志就批评了，对这个批评就是说我们搬了一些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意思啊。所以邓小平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所传递的主张是什么呢？主要是3点。第一，党政分开，
就是党要管党，他就说的中国共产党你就管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是分开。那么当时不是国务院系统就是很多都取消了党委吗？这是最重要的一层改革。其次的就是精简机构，就是把国务院的机构来压缩，政府部门的机构来压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在下放权力，就是不该管的权利，逐渐的一级一级下放，有的就干脆交给市场来决定了。这是邓小平对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理念。他的理念说白了，其实就是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并不是希望把共产党给改没了，改成西方那个制度。这一点邓小平还是非常非常的警惕的啊。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在共产党从最开明的时代他也没想搞。那你到了这个2011年的时候怎么想搞的？虽然胡温时代也是89年之后最开明的一届政府啊，但其实在三权分立这一方面他们也是不太可能越过这一步的啊。至于第4、第5就比较简单了，联邦制，那中国是共和制，也不太可能搞联邦制啊，不能搞私有化，那这是假的，是吧？那其实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以后就已经私有化了，所以这不能搞私有化，只是明面上的不能搞私有化，其实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中已经搞了私有化，这等一会儿我们还会来讲啊。所以我们看吴邦国的这个五不搞啊，在我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基本都是邓小平当年重复过的，他只不过是作为人大的一个委员长，在这个会议期间强调了一下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个人觉得这五不搞啊，被外界啊实际上有点怎么说呢，过分强调了，过分读解了，就是这是一个中共高官过程中间的再常见不过的内容了。你再比较一下往后的，因为在吴邦国卸任之后就进入到了习近平时代嘛。那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搞的是4项基本原则，那么在胡温时代搞的是五不搞，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搞的是什么呢？那不就是7不讲吗？大家都知道，《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一篇文章，习近平上台之后马上就搞了一个，就是2013年的时候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下发到全国进行学习，他就讲到了说共产党啊作为一个执政党面临7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危险，如果这个方面不能搞好的话，那中共不可能长期执政。哪7个方面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宣扬西方的宪政民主，来否定党的领导；第二就是宣传普世价值，来混淆这个全社会的思想基础；第三倡导公民社会，动摇社会基础；第4宣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然后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第5宣扬西方的新闻观，然后否定中共的媒体管理体系，也包括这新闻管制体系；第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第7否定改革开放，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7个方面，那你要比较一下习近平的这7个方面，你跟这五不搞比起来，那比这个五不搞严多了。更何况当时吴邦国说句心里话，他可能还不是那个五不搞的那个政策的直接的这个决策者，他可能只是传声的。但是习近平的7大危险，那就是习近平自己搞的，那也就代表了过去10年中共啊，他整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纲领性的文件。那当时习近平到中央电视台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大墙上写着央视信党永远忠诚，就是这个背景啊，就是你不能宣扬西方的那个新闻观来否定中共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啊，等等。那你要跟这个来比起，那是远远超过那个五不搞啊。所以在我看来，那五不搞，如果你就放到那一次特定的座谈会的领域内，其实谈论的内容还是相当开明的，相当不错的。因为共产党搞改革啊，它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搞，你都不能妨碍我的执政党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是能推进社会进步，那其实我们还看到那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只维护党的领导，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容了，那这就是腐朽的嘛。所以我说，如果仔细还原吴邦国的那个五不搞的历史场景，其实那个座谈会还是在推动司法的公开，还是在推动检察机关权力的独立，还是在推动行政机构接受社会的监督。
总体来讲还算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只不过这五不搞是戴个帽子而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团拜会上讲话，他说，2012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从容应对各种困难挑战，胜利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们胜利召开党的18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社会主义中国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说完这五不搞啊，我们呢来简单讲一讲吴邦国这个人啊。吴邦国这个人呢，他进入政坛啊，还算是比较偶然的一件事情啊。他呢从小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呢是早年就是读了国民党的那一个搞测量的啊，所以他呢在解放前的时候呢就加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头做测量官。后来这个抗战结束之后还在印度留学过啊。回国之后那不是国共内战吗？在1948年的时候，他父亲呢就被俘虏了，从此就加入了中共的军队啊。那么一直在中共军队里头搞地图测量，因为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有技术嘛，所以画地图啊，测量地图啊，共产党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物和人才啊。所以呢，他解放以后一直在解放军的测量学院里面当老师，在1961年的时候啊，被评为了少将军衔的待遇啊。所以你看他们家还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嘛。这吴邦国呢，在1960年的时候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电子系啊。清华大学的电子系呢，当时是很难考的，你就知道吴邦国这个人呢，成绩还是比较好。他的祖籍呢是在安徽肥东县啊，但实际上他在安徽的肥东呢也没怎么生活，他本人是出生在贵州。他考上清华大学不久啊，大家都知道啊，在清华大学呢就发生了文革，也就1966年。当时北大清华是这个全国啊文革中间的这个风暴眼，因为出大了5大学生领袖啊，当时也是毛泽东就鼓励这些人啊去跟那所谓的旧势力斗争。1966年的6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吴邦国啊已经准备毕业了，正在学校里头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文革的风暴刮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实际上可能决定了吴邦国整个一生的人生轨迹。因为当时啊，一开始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那个社论文章，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那革命小将起来，对那个反动权威啊，要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要让他们在历史面前颜面皆无。很多人就起来造反。那么这个时候，全北京的各个高校他不知道怎么弄啊，就围在北京市政府门前要求派工作组，没法开展工作了，学生都起来闹事嘛。结果后来就在这年的6月8号，那么当时啊，中央派了很多种工作组到了北京最重要的这些学校里面去，其中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啊，这个王光美，也就是刘少奇的夫人呢，带队到这里头做工作组。就到了工作组进去之后啊，当时清华大学的那个学生领袖叫蒯大富啊，蒯大富带领学生，最后很快的把工作服给干翻了。据说啊，有一天啊，这蒯大富他们要抓这个王光美，这王光美就一路逃跑啊，就跑到了这学生宿舍。跑到哪个学生宿舍呢？就跑到了吴邦国所在的学生宿舍。吴邦国看到王光美过来之后呢，就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床上，因为当时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每个床上都有蚊帐，然后顶上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当时上大学也是如此啊。他把王光美藏到床上以后，把蚊帐落了下来。这造反派来了之后呢，那吴邦国在这看着正儿八经看着读书。人说看见王光美没有？他没看见。结果呢，这造反派就走了。他就等于把王光美给保护下来了。当然后来王光美还是被蒯大富啊给诱捕了啊，但是呢另外一回事啊。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王光美在事隔多年之后，秦城监狱放出来平反了，他跟别人讲起了这段事情，他要找这名学生，后来就果然找到了，就是找到了吴邦国。吴邦国当时在保护了王光美之后，据说也受到了牵连啊，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下放了。下放了之后呢，在别人的力保之下，才后来分配到了上海一个电子管的一个企业里头当一个普通的工人。那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嘛，在那里头没几年，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工，结了婚。结果在1976年的时候呢，从此他开始平步青云啊，每2年换一个地方。
基本上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到1985年的时候，就当上了上海市的市委副书记，用了只有9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工厂的一个这个管理层，就变成了上海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你想想，所以那个时候吴邦国的这个平步青云，在我看来就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文革结束初期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人才断层。那个时候老干部嘛都关监狱里的，回来之后然后10年文革期间呢，由于这个整个教育体系都被砸烂了，所以没有人才你自己的高校也没有培养出来人才，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是有一点领导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迅速都被提拔起来了，提拔的也非常非常快。所以你看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他们都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确实提拔的也非常快。其实吴邦国也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因素，那我猜来可能就是跟王光美的过问有关。那么王光美过问呢，就导致了吴邦国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所以在85年的时候就当了上海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个时候的上海市委书记就是江泽民，而江泽民呢跟吴邦国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属于技术官僚。江泽民呢，他原先解放前是中央大学的嘛，也是学理工科的，吴邦国也是，甚至包括当时他们那个上海执政团队里的朱镕基也是。朱镕基当时也是清华毕业的了，当然他比吴邦国要早10年入校。但总而言之，当时的上海帮是以一批技术官僚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里头这个也是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将近20年的时间后来在89年之后，江泽民到了北京当了总书记，吴邦国就在上海市当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92年邓小平南巡到了上海的时候，据说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就是受到了吴邦国的启发。说邓小平当时看到一个净化装置，就问吴邦国，他说你说这个净化装置到底是姓社呢还是姓资呢？吴邦国当时沉吟了一会儿，就跟邓小平说，他说我看这东西资本主义用就姓资，社会主义用就姓社。邓小平一听说有道理，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回头他自己发明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猫论。所以你可以看到吴邦国他有一个特点，就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实干的一个实用主义的人。后来呢，他从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到北京之后，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又在2003年的时候进入到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呢又就任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当时危机解密里头讲到，虽然吴邦国是属于上海帮，但是他跟团派中间干部，尤其是李克强关系非常好，他们之间不但没有矛盾，相反还过从甚密。那么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一共干了10年，这10年期间在我看来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10年但是呢，他有几件事情值得一说。一个是吴邦国当时跟美国的议会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沟通方式，他实现了中美议会首长的互访。佩洛西曾经在今年5月访问中国的时候跟吴邦国见过面，吴邦国这次接受佩洛西的邀请访问美国国会。佩洛西就是现在对中国特别紧张的那个佩洛西，当时访问中国，而吴邦国呢回访美国的时候呢，在美国的众议院做了演讲。在全国人大委员长20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我访问的目的想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现在关系发展的很好，当前最重要是吧？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双边关系。这也是开创历史的，能够在美国的众议院做演讲。我们过去是彭真委员长在那儿做过一次演讲，那紧随其后就是吴邦国。而且当时美国的很多议员到中国访问，那时候美国的议院里头也有中国小组，但那时候中国小组不是为了防止中国的，相对来说是跟中国进一步增进交流的。那么吴邦国的很多危机解密里的文件也跟他们谈什么呢？因为当时中美之间主要的分歧是贸易摩擦嘛，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美国呢就要求中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吴邦国就跟他讲，他说你看这个贸易的顺差逆差其实是结构性的，你们美国不生产这东西了嘛，所以我卖给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限制你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卖给我，所以你要是把这个高科技的产品，你是把这个禁令取消了之后，那这个贸易逆差不就减少了吗？
是吧？你可以看到，就是吴邦国当时啊，在中美的人大这个层面，这个外交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他做的人大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推动了大量的法律的立法。这中间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就是07年通过的物权法。物权法应该说是市场经济过程中间的一个基石性的法律。没有物权，哪有这个基于物权的交换呢？或者说你基于物权的交换，别人也不敢相信呢，你随时给他共产了呀。所以啊，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年大家一直呼吁物权法的颁布，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终于通过了这个物权法。这个物权法，我刚才讲，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虽然吴邦国说这个所谓的不搞私有化，其实物权法就是私有化，因为土地的当时虽然说性质仍然是国有，但是在70年的租期之后要自动续约，那自动续约不就相当于有个永租权吗？那永租权其实就等于变相的私有化了。你作为一个物权的这基本的那几项这个权利，什么占有、处分、交易，什么那几项收益，那几项权利你就都有了，只不过还保留了一个名分嘛。所以物权法的通过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那几年的人大开会的时候相对也比较开明，维基解密里头也讲了，当时2007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各地代表的驻会的地点就提前就在网上你可以查，外媒记者你能查得到，同时呢给这些外媒记者提供方便啊，这人大的那些文件呐什么之类的啊，都提前用英文翻译好，发给这些外媒的记者。那相对来说是最开放的几年啊。但是在我看来，除了这个立法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就是2003年吴邦国刚刚当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时候，就碰到了孙志刚事件。孙志刚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湖北的大学生，当时毕业之后到广东去打工，但是他由于呢没有办这个暂住证，结果他晚上骑自行车的时候就被这个公安局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投入到了遣送站。因为当年啊规定，你这些人如果在外地没有这个暂住证的话，你就属于流民。流民按照这个规定呢，就要把你收容遣送。这孙志刚是个大学生啊，他当时去打工的啊，他当时就喊冤，他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心脏不好，道理他就要求去给他治病。于是这些人就把他送到了收容遣送站。到了收容遣送站之后，由于他叫的声音比较大，那个护工特别烦，于是就带了8个人对他进行多轮殴打，最后把这个孙志刚活活打死了。3月17号的事情。4月25号，南方都市报就是陈义忠在那个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了这件事情啊，一时间全国舆论大哗。我知道的背景是，后来调集了当时收容遣送站的摄像头、摄像内容，所以当时广东省的那些高级干部看到了孙志刚被活活打死的那个过程，也都义愤填膺。那这没人性嘛，对吧？所以当时这件事情是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紧接着在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3名博士上书事件。这我们过去都讲过，许志勇啊、滕彪啊这几个人呢，就给全国人大上书，要求什么呢？要求启动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啊，它是违宪的，要启动这个违宪审查程序。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违宪审查程序啊，所以这几个博士、法学博士要求启动这么一个违宪这个审查程序。紧接着又有5个法学专家给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调查什么？也是调查这个收容遣送制度本身有问题。当然中共面对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唤醒宪政机制，因为唤醒宪政机制又意味着宪法的下面才是党，对吧？就是你党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宪法之下。那么这个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不可以容许的，因为共产党搞一个宪法其实是赋予自己的合法性，并不是要搞一个宪法来约束自己的嘛。所以中共当时的高层也开始采取措施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处理的方式是通过既定的程序处理。6月20号，温家宝总理就宣布正式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搞了一个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一个是救助，一个是遣送，一个呢是以帮助为主，一个呢是以社会治安的管理为主，强制性为主。所以到6月20号的时候，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就算废止了。但这个过程中，其实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他发挥了作用。那么后来呢，就是在有关文件里披露啊，吴邦国在这一年的6月4号
给温家宝一个请示报告中间，他写了一个批示。这份批示里头讲到，他写了这么段话。他说，自孙志刚被错误收容、遭受殴打致死一案发生后，法学界、新闻界部分人中引起强烈反应。核心问题是将收容的救济性变为对外来人口的强制性管理，收容范围扩大，加之利益驱使、粗暴执法，造成对外来人口自由和身体的侵犯。据初步分析，还有法律上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执行中间的问题。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人大法工委可派人参加，切实纠正现城市收容遣送工作中的问题。以上意见请着。这是吴邦国当时给这个温家宝所写的那个意见的批示。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正是因为当时全国人大也包括和国务院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侵犯人权的法律制度就算是正式走进了历史我觉得怎么评价这些历史的大人物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历史那个时代。对于一个中共的高官来说，你要求他主张政党轮流执政不太现实。就包括我特别推崇的朱镕基，我觉得他也提不出这样的观点来就包括我为什么对邓小平我其实也蛮推崇的，但他也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嘛，这他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或许将来终有一天历史走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共产党内部会有一个人说我们也可以试试多党轮流执政，但是此时此刻彼时彼刻可能做不到，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局限。第2点就是我看到这2天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孙志刚当时这个受难的过程。因为孙志刚的墓志铭专门有人雕刻，说逝者已逝，众恶徒已被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余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这是孙志刚的墓志铭，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小人物。但说回这个吴邦国呢，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我觉得留了2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每一个为民请命的人都应该支持，每一个为民松绑的人都值得铭记。我想吴邦国在人大委员长期间他能够为这样的一个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做出他自己的那个力所能及的贡献，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我们这些人来为之铭记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一位是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同志。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4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从容应对各种困难挑战，胜利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们胜利召开党的18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社会主义中国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